大家看过《飞屋环游记》吗？封面上就是气球载着小木屋飞走。那么你知道里面用了多少个气球吗？根据电影官方透露，气球数量为20622个。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做到，恐怕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那在我小的时候，对于气球可以说是喜欢的不得了。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一样，因为没有人会认为气球能够对小孩子或者正常成年人造成伤害。但其实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近几年，由气球引发的事故已经不计其数。本来都是开开心心的事情，没想到最后事与愿违，造成了无法收拾的局面。那么气球究竟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灾难？本期就和各位讲一下这2起气球引发的血案。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形势大好。United Way 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共捐款非营利组织，眼看着倍速增长的经济，于是决定在1986年，位于俄亥俄州的 United Way 克利夫兰分会打算举办一场慈善活动，筹集善款。同时也将克利夫兰打造成美国的新兴城市之一。为了搞点宣传噱头，他们讨论出了一个完美方案，那就是在筹款活动开始后，向天空释放150万个气球。是的，没错，不是150个，而是150万个。这场面得有多壮观啊！到时候全城的居民和媒体都会被吸引过来，轻轻松松的就能搞个全国的头版头条。自从敲定这个方案之后，该组织在各大媒体造势，声称活动当天会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希望大家都能来见证。而另一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工作人员在克利夫兰公共广场的西南角设置了一个矩形结构来容纳气球，长76米，宽46米，高度大约有3层楼这么高，上面覆盖着一层编织网状的材料。光是这样的前期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计划非常的完美。随着克利夫兰气球节的逼近，超过2500名的学生志愿者开始完成这最后一道任务，那就是打气球。他们用氦气填充气球，虽然一个个手指都因为绑气球都缠上了绷带，但他们依然热情高涨。很快，在几个小时之后，150万个气球就被一一摆放在了巨大的网下。当地媒体也都蜂拥而至，早早的来到了活动现场踩点，采访组织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个人都满怀欢喜，期待着放气球的日子。最初主办方的想法是，当氦气球升到空中，有一部分会慢慢漏气，随后掉落，还有一部分则是越飞越高。气球飞到空气稀薄的地方会越长越大，随后自行爆炸落到地上。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最多就是垃圾问题吧。不过气球会飞到各个地方，想必垃圾也不会集中到某个地点，所以组织者可以说是毫无顾虑。1986年的9月27日，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来了。克利夫兰市中心挤满了观众，人头攒动，大家都想见证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产生。此时的筹款金额也蹭的往上涨，眼看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主办方迟迟不舍得放气球，就怕气球飞完了，观众就散了。然而此刻天公不作美，气象台传来消息，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主办方进退两难，眼看着乌云一点点的逼近，如果此时大雨倾注，观众肯定会一哄而散，筹款进程也算是结束了，到时候放飞气球的计划也要告吹。所以主办方决定要赶在暴风雨之前提前释放气球，但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下午1点50分，随着3、2、1的倒计时，近150万个气球被释放，从克利夫兰的公共广场升起，观众们纷纷拍照留念。毕竟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气球释放活动。据官方统计，气球数量为1429643个，打破了1985年的迪士尼乐园30周年之际创下的世界纪录100万个气球。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通常情况下，在室外释放的氦气球确实可以在高空中停留较长的时间，等气球降落到地面上，早就应该没气了。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天气因素。主办方打死也没有想到，由于暴风雨将至，气球与高空当中的冷空气和雨水相撞，直接被打回到了地面。而最关键的是，这些气球没有一个瘪掉，绝大部分都还膨胀着。天降气球这么稀罕的场景，可能这一辈子只能看到一次。于是在城市内有许多司机，要么是被气球挡住了视线，要么因为天降奇观而走了神，没有看路。道路上一瞬间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多起车祸，造成了大面积的交通瘫痪。据了解，大约有将近100万个气球又回落到了地面，掉落在了俄亥俄东北部的陆地上，而且还堵塞了河道。不仅如此，气球还落到了飞机场，满地都是，机场也因此被迫停飞半个小时，不得不紧急清理气球。而且大量气球还降落在了俄亥俄州麦迪纳县的一个牧场上，吓坏了当地的马群，导致了不少马都受伤了。据说还有几匹冠军赛马都受到了惊吓，恐怕之后都不能再参加比赛了，损失惨重。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严重的，当天恰好有2名渔民被家人报告失踪，海岸警卫队出动了搜救直升机和船队，但是由于大量的氦气球落在湖面上，不仅阻挡了搜救人员的视野，还让整个湖面寸步难行，简直是大海捞针。搜救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到水中寻找失踪者。要是换作平时，浮出水面的人头或者橙色救生衣都是非常醒目的。现在呢，湖面上面几十万个橙色气球，很难分辨哪个是遇难人员，严重阻碍了搜救进度。就这样，几天后等来的结果已经是尸体被冲上岸，2名失踪者全部都遇难了。1986年，克利夫兰是一座正在复苏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希望气球节能够将这座城市带到新的高度，克利夫兰也能够完成这伟大的壮举。所以，见证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方式了。但人算不如天算，碰到恶劣的天气，本来这项活动是为了给慈善机构和克利夫兰带来正面的宣传，但最终却成为了一场灾难，也成为了一段不小的黑历史。最后，主办方和克利夫兰政府面临着大量的诉讼，许多受害者联合起来要求赔偿数百万美元。按照原计划，当天释放的气球当中，每2个就可以得到1美元的善款，即使满打满算，主办方最多也只能筹得70多万美元。但是这件事情引发的交通事故、渔民灾难、机场停工、马匹损失等等，可以说是赔得连裤衩子都不剩了。由于这次活动造成的巨大影响，吉尼斯决定不再测量对环境不利的事件。而且虽然当天克利夫兰确实创造了世界纪录，但后来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当中还是取消了这一类别。说句不厚道的，我想他可以重新申请一下世界上亏损最多的慈善机构，恐怕也能够拔得头筹了。其实想要被认可有很多途径，并不是只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条路。回看当时的录像，虽然很壮观，但是这么多的气球，黑压压的一片，我都感觉有点喘不上气来了。更可怕的是，既然整个城市都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计划，没有人提出异议，我想当时应该也有人会觉得不妥吧。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家都特别想完成这一壮举，质疑的声音早就被淹没。只能说这是一项特殊的记录。活动开始前，每个人都翘首以盼，结果却是乐极生悲。而那些气球最终去了哪里了呢？也许成为了杀死鱼饵和鸟儿的武器，也许已经永远地沉入了海底，或许对于动物来说，人类才是最可怕的那一个。那么如果你觉得小气球可能不一定会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那么大气球怎么说呢？发生在2013年的热气球坠毁事故再一次敲响了人们的安全警钟。本来是一场浪漫的热气球之旅，现在变成了一场高空噩梦。说到热气球，恐怕大家都会想到浪漫的土耳其。其实埃及的卢克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想象一下，你乘坐的热气球飞过埃及的帝王谷、卡纳克神庙，古代雕像就在你脚下，而远处的尼罗河、大片的城市与村庄都能够尽收眼底。在热气球的烘托之下，日出的景象是不是更能够增添震撼的感觉呢？对于满怀期待的游客来说，热气球之旅可是重头戏。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旅客最后为了自己不被烧死，不得不跳下热气球，有的活活摔死，有的身受重伤。2013年的2月26日，埃及时间上午7点钟，满载着20名游客以及1名操作员的热气球准备降落在地面上。这是天空邮轮公司运营的热气球，在当地也算是规模比较成熟的运营公司了。然而，在距离地面仅有3到5米的时候，连接吊篮内燃气罐和引擎的软管出现了故障，燃油泄漏引发了火灾。一个热气球才多大点地方，眼看着气球要变成火球了。其中一个操作员和英国游客不顾一切地从上面跳了下来，殊不知这一跳，吊篮突然减轻重量，影响了里面的平衡，热气球也迅速升到了空中，数百米开外的地方也能看到浓浓的黑烟。根据目击者描述，随着热气球上升，又大概有5、6个游客在往下跳，其中有的人身上已经着火了，跳下来像是个火人，生死未卜。然而当热气球升上300米的高度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声，有的游客只能被困在火海中，最后跟随着热气球一起坠入了卢克索遗弃的甘蔗田。起初幸存者有3名，分别是气球操作员和2名英国游客，其中1名英国游客在手术当中去世，另外2名幸存者全身有70%的烧伤，剩下的18名游客则当场死亡，其中包括了9名中国人、4名日本人、1名英国人、2名法国人、1名匈牙利人，还有1名埃及导游。悲剧发生之后，调查小组赶到了现场，
对热气球残骸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他们还翻看了数十个视频片段，已知热气球起飞的时候，一切都平稳运行，没有任何恶劣空气等异常现象。当热气球马上迎来了最后一段旅程的时候，它开始在纪念碑区域上空爬升和滑行。此时，操作员通过无线电联系地勤工作人员，告知他们自己会选择在甘蔗田附近的开阔地段降落，请他们做好准备。这看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突如其来的大火让所有的人都慌了阵脚。然而，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一开始都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起飞之前，维修人员没有进行常规的检查工作，操作员也没有按规定飞行。还有的人认为，爆炸是在地勤工作人员固定热气球时发生的。后来，调查小组去询问了气球操作员，他当时正在烧伤科接受治疗。根据操作员的回忆，自己无法确定火源在哪里。起火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去拿灭火器，但火势太猛，根本就无法靠近。自己从吊篮里跳了下去后，就失去了知觉。他还声称自己在起飞前有做过常规检查，在确认无误后还签了字。根据调查小组重建的残骸来看，该燃料管道的软管产自2005年，已经饱经风霜。这种使用寿命和条件无疑增加了软管断裂的风险。在2014年的1月7日，埃及民航局公布了最终报告，将该事故归咎于连接气球燃烧器的燃料管道泄露。大火严重烧伤了操作员，导致他从吊篮里跳了下来，而一部分地勤工作人员跑去给操作员灭火，随手将地线松开，使得热气球没能留在地面附近。最终，燃烧的热气球又迅速上升，失控，直到爆炸。不过，这一报告并没有让所有人感到满意。许多民众坚信，起飞前工作人员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工作，即使是有，也是敷衍了事。他们还表示，起火后操作员应该立即关闭燃气阀，想办法扑灭大火，而不是自己先逃生，留下毫无经验的游客，这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原因。只可惜，灾难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只能说，这一行业的安全标准实在是太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人在认真按照规定操作热气球。但是，为了敲响这个行业的警钟，竟然白白牺牲了19条生命，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回顾这些年，热气球的事故也都没停过，咱们也不用再往前追溯了，肯定还有一大堆。即使是停飞、赔偿、重新培训和惩罚，也没能给这个行业敲响警钟。到底是力度不够，还是标准太低？恐怕都占了。可能大家都抱着一丝侥幸，总觉得不会有这么倒霉。反正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你不飞，有的是愿意飞的人，谁还会和钱过不去呢？所以在这之前的那些事故，都只是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一旦习惯了敷衍了事，要想重视起来，只会难上加难。一个普通的气球，没有人会认为它会伤害到人类，但是如果足够多、足够大，最后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遭殃的反而是人类自己。所以没事千万别作妖，好好活着不好吗？非要去做热气球，非要去搞150万个气球起飞。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在生活中还会碰到什么离谱的事故？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分享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郑任，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1919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郑。你们喜欢看灾难片吗？在电影当中，城市被破坏、世界末日等经典元素时常被搬上大荧幕，总是能够给我们特别震撼的感觉。话说天灾人祸，世事无常，自然灾害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只能预防和善后。然而人为灾难的杀伤力也更不容小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起有史以来最离奇的灾难。首先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什么电影场景，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这听上去是不是很离谱？一场黏糊糊的长江洪水，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威力，泛滥到能够淹死人的程度。一位名叫艾萨克·耶顿的幸存者回忆，自己当时正在把车胎拖进盆子里面，他先是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并没有在意。随后他发现了一辆车腾空的向他驶来，边上还有瓶子和货箱，于是他撒腿就跑，不料被一波糖浆追了上来。艾萨克一下子被抬高了10多米，撞到了门上。他受伤后无法挣扎，全身都被糖浆覆盖着，还好工头扔下了梯子救了他一命。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艾萨克一样幸运，许多工人、居民和孩子都被卷进到了厚厚的糖浆当中，无法挣脱，有的则当场窒息而死。
与此同时，糖浆淹没了波士顿消防局的房屋、船坞、仓库和发动机，食物、啤酒桶、猪和马也都一起被冲到了街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几米高的糖浆覆盖了整个街道，储罐的碎片被抛向空中，附近的建筑物开始坍塌，好像地基被撕开了一样，许多人都被砸伤。而被糖浆所困的居民只能试着把头部保持在糖浆上方，因为一旦被淹没，几乎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沿着商业街的高架铁路也开始倒塌，好在一名列车员及时发现了异常，阻止了火车进站，不然整个列车都会坠入到糖浆的深渊中。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如何展开清理和救援工作。这些糖浆简直就像是大型粘苍蝇板，由于密度高又富有粘性，正常人走2步就挪不动腿了。更糟糕的是，随着夜幕降临，气温降低，糖浆逐渐变硬，变成了固态，救援工作愈发变得困难。而这起灾难的源头正是美国工业酒精公司 USIA。 发生爆炸的钢制储罐建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业酒精可以从糖浆当中蒸馏出来，然后卖给武器公司，用来制造炸药。由于军方需求量大，所以这家公司的利润很高。不过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了，比如经常发现泄漏或者隆隆的异响声。不过没有人在意这些，因为项目经理是这家公司的财务主管亚瑟·杰尔，他没有任何技术、建筑和工程经验，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就建好了这个钢制储罐。为了加快投入生产，亚瑟回避了安全防御措施，测试泄露的流程也相当的简单。他没有注满整个水箱，而是只放了半米的水。但是工人们平时却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注水里面都会传来异响，外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孩子们轻轻松松就可以用杯子装满一杯裂缝处渗出的糖浆。虽然工人们经常上报泄露事件，但公司连眼皮都不会提一下，因为战争带来的丰厚利润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可能停下来费时费力费钱去进行维修。到了1918年，有一名工人捡到了罐壁上的碎片，把这潜在的危险证据交给了亚瑟，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后来干脆下令将钢制储罐的外表涂成了棕色，来掩盖掉泄露的痕迹。在事发前几天，又来了一批新货，当时的最低气温很低，仅为零下的16摄氏度。为了方便转移，公司对着190万升的糖浆进行了加热，随后倾倒在这饱受风霜的储罐中。然而罐内的旧糖浆温度又很低，一冷一热混合后触发了发酵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气体，工人们都听到了隆隆的异响。1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月15日当天，此时的储罐已经重达了2600万磅，而罐内的气体也对钢壁施加了额外的压力，最终还是裂开了。不能想象2600万磅的糖浆淹没半个城市的场景。咱们生活当中普遍最难清理的就是糖渍，像可乐或者带糖的饮料，一旦被打翻，都要第一时间清理，要不然等干了就很难再清洁了。除了有粘性招来昆虫之外，还会让污垢一层又一层的附着。如果你不小心一脚踩上去，糖渍还会附着到各种别的地方，真的是很难处理。而当时的波士顿也是一样，除了地上都是黏不拉几的糖浆之外，空气当中还弥漫着一股很浓的焦糖味，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气也是甜的。灾难发生之后，波士顿的北部看上去就像被轰炸一样，让人难以置信。当地的警察、红十字会、陆军和海军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救援工作自然是困难重重，连临近城镇的农民都来帮忙清理糖浆了。光是处理掉这些糖浆就花了好几个礼拜，每天都有400多人帮助清理，并寻找出新的尸体。消防队用巨大的水流没日没夜地冲刷着糖浆，焊工们则小心翼翼地切割储罐，查看有无尸体。可悲的是，许多受害者都被糖浆侵蚀了眼睛，面目全非，家属们根本难以辨认。还有的遇难者则被卷入了波士顿港，直到3-4个月后，尸体才被发现。后来119位居民对美国工业酒精公司提起了集体诉讼，他们坚持认为钢制储罐太薄，而且结构不好。然而 USIA 公司辩解称，这是当时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集团引爆的炸弹。面对这死皮赖脸的公司，这场官司持续了5年多。调查表明，钢制结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钢墙的厚度从底部的0.67英寸到顶部的0.31英寸不等，太薄了，根本就无法支撑一整罐糖浆的重量。虽然这个钢罐使用了多年，但只有4次接近过最大的容量，而第4次就是灾难发生前新添的那190万升，那个时候的糖浆恐怕可以填满3-4个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了。而这些结构工程师都清清楚楚，只不过当时公司的利益熏心，故意忽视了这些问题。毕竟赚钱是摆在第一位的。灾难发生的那一天，气温达到了5摄氏度，在太阳的照射下暖和的离谱。也许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25年的4月，这场官司终于尘埃落定，拥有该罐的美国工业酒精公司要对这起灾难负全部责任。所有在这场灾难中受到牵连的人，一共获得了62万8千美元的赔偿。这用现代的眼光看看，也不是很多嘛。死者加受害者人员一共不到200人，况且还要加上公共设施的赔偿，难道就只赔了这些吗？
而事实上是，以现在的汇率来算，当时的那笔账可是天价中的天价了。具体来给你们算一算，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各国停止了黄金的进出口，金本体系即告解体。在金本位制度的后期，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1.5克黄金。咱们用黄金来换算，以目前的金价来说，1克黄金大约是60美元的价值，所以当时的10万美元可以换取15万克的黄金。而15万克的黄金到了现在，相当于900万美元左右，合计大概是5500万人民币。所以当时62万8000美元换算过来，你们自己算吧，反正是很多很多。虽然算的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绝对不是现在意义上的62万美元。所以可见的，当时的这家 USIA 公司到底有多么的赚钱。灾难过后，波士顿建筑部开始要求工程师和建筑师要把所有精确计算的数字一起归档，并在图纸上签字，负责人也必须是相关从业人员，避免出现财务充当工程负责人的情况。企业都要开始反思，忽视安全生产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甜味本该是给人类带来欢乐的味道，然而在灾难当中却像是洪水猛兽。1919年的波士顿制造了这场最甜蜜的爆炸，给所有人都当头一棒。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天气特别暖和的时候，波士顿北部现在还能闻到淡淡的甜味。虽然这肯定是心理作用，但也能理解，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场离奇的灾难。当然，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科学理论可以解释，到底这场爆炸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哪些是主要责任，哪些是次要的。但是说来说去，最终都会归结于道德问题、利益熏心。历史上建筑物倒塌的案例不计其数，也多半是因为疏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心导致的工程灾难。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这真的可以算是最离谱的灾难之一了。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长江洪水，要该怎么应对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整，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进入隧道之后，会不会突然有一种担心害怕的感觉？不管是坐火车还是汽车，从进入隧道那一刻开始，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另外的世界。无线电广播停住，手机没了信号，只有车辆经过产生的轰鸣声和风声，总觉得像是进入地狱一般。年轻时候不懂事的我还一度向往进入隧道，长大之后才知道，这样密闭的环境，要是真的出了一点事情，救援起来的难度相比外界会高出几十倍。20多年前的这场隧道火灾就说明了一切，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火球袭击了隧道里面的所有人，让整条隧道变成了地狱般的熔炉。这还不算完，随之而来的毒烟又让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烟囱，上演着可怕的悲剧。那么隧道里面为何会起火，又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情形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场史上最恐怖的隧道火灾。勃朗峰隧道开通于1965年，全长有 11.6 公里，是由法国和意大利合作开发的，双方各运营一半的隧道。在事故发生之前，每年都有8-9万辆车经过此地，尤其是重型卡车的数量年年增加。总之，勃朗峰隧道已经成为了南北欧之间最繁忙的旅游和贸易线路。然而，不像是英吉利海峡隧道有着3条独立的管道，其中还包括一个增压管道和紧急疏散点。勃朗峰隧道只有一个双车道，除了每隔600多米有一个避难所之外，就没有其他安全设备了。当然，这些缺陷在日常运营当中也并不起眼，直到这场火灾彻底暴露了所有的安全隐患。1999年3月26日，一辆装载着人造黄油和面粉的卡车驶入法国一侧的隧道，它的目的地是一家意大利食品厂，司机名叫吉尔伯特，来自比利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走勃朗峰隧道对于他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在上午10点46分，吉尔伯特和往常一样进入隧道，可没过几分钟，车后方就冒烟了。由于此时的烟雾还不大，吉尔伯特在后视镜看到后也没太在意，他以为是尾气，直到其他司机疯狂按喇叭提醒他，吉尔伯特才注意到后面已经浓烟弥漫，还冒着大火。大事不妙，他赶紧靠边停车，打开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而此时已经有许多私家车想尽办法掉头离开隧道，但其他大车就没有这么灵活了。与此同时，浓烟已经触发了隧道的烟雾警报器，但不知道为什么操作员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据说是因为隧道内的无线电频率时常出现故障，经常会搞得烟雾探测器误报，所以操作员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然而这一次是来真的，慌忙跳下车的吉尔伯特本来是想拿灭火器救火的，但火势已经蔓延到了驾驶室，他只能弃车而逃。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装满黄油和面粉的卡车就像是一个大型炸弹，一下子就被大火吞噬，随后引发了巨大的爆炸。而最致命的是，由于它正处于隧道的中段位置，后面跟着的20辆车也进退两难。10点54分，有人在避难所呼叫了意大利控制室，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的收费站依次关闭，
各派出消防员赶去现场，可惜为时已晚。此时在事发车辆附近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000多摄氏度，爆炸时的黄油和面粉四处飞溅，又间接成为了助燃剂。更可怕的是，浓烟产生了一氧化碳，在如此狭窄的隧道里面根本就散不出去，足以让人在几秒钟之内就中毒。有的人打开车窗试图看清前面的情况，因吸入了大量的黑烟而晕厥，还有的人已经弃车而逃，却在逃离过程当中晕倒，再也没能爬起来。突如其来的火灾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喇叭声、尖叫声、爆炸声不绝于耳，大量黑烟遮挡住了人们的视野，能见度极低，照明已经不管用了，一片漆黑，顶上的灯、电缆、水泥也开始坠落，各种车辆的油箱也渗出汽油，一点点流入了水沟，火苗也开始随之蔓延。为了帮助里面的车辆逃生，意大利那边的收费路口首先被打开，结果情急之下办了坏事，大量空气的涌入反而加剧了火势，造成烟囱效应。而此时通风系统又将浓浓的黑烟从隧道当中吹了出去，再一次吞噬了那些挣扎着逃跑的人群。情况越来越糟糕了，隧道里面的氧气所剩无几，所有的车辆发动机都熄火了，最终火势只增不减，被困人员只好想尽办法躲在避难所，但一个个都面临缺氧的问题，永远都醒不过来了。第一批进入隧道的消防员到达了现场，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浓烟已经淹没了隧道口，烧焦的车辆残骸挡住了去路，再加上隧道内的电线都已经融化，里面一片漆黑，能见度不到半米。因此，在距离肇事车辆1公里的地方，消防员随身携带的氧气就已经被耗尽，再不躲进避难所，他们恐怕也要阵亡。然而，避难所也不是100%安全的，人们最多也就可以待个几个小时。后来经过了5个小时，几名幸存者和消防员从地下通风井被救出，可火焰被气流吹散，时而听到爆炸声，严重阻碍了第2批消防员的步伐。随着火势继续蔓延开来，其他装载可燃货物的车辆瑟瑟发抖，而最初肇事的卡车由于是辆冷链卡车，车内的聚氨酯泡沫在起火时还释放出了大量的氢化物，使得整条隧道变成了一间毒气室。最终大火持续燃烧了53个小时，24辆货车、9辆汽车和1辆摩托车被吞噬，总共造成了39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了1名法国消防员，大多数人都是死于窒息。隧道内满是烧焦的车辆和人类遗骸，由于吸入了大量的浓烟，被救出的10几名幸存者也都脸色发黑，不停地咳嗽。根据一名幸存者透露，他是一名自行车手，事故发生之后戴上了呼吸面罩，试图指挥肇事者后面的车辆掉头，但后来烟雾越来越大，他劝说司机放弃车辆跟自己离开，但有些人非常的犹豫。很快，黑烟就像是一堵墙一样压了过来，一切都太晚了，没人能够改变这糟糕的局面了。而关于起火的原因有2种说法，一种是肇事车辆的机械或者电器故障，另外一种就是因为司机未能熄灭的烟头飘进了车里的空气过滤器，由于气体是流动的，火星传递到了货车其他的部件上。其次，人造黄油和面粉虽然不是什么危险品，但是在高温下，黄油会迅速变成油状物质，一旦着火便会肆虐，面粉遇到明火更是容易爆炸。最后，由于吉尔伯特缺乏安全意识，粗心大意，没有第一时间辨认尾气和烟雾，这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次火灾导致了勃朗峰隧道出现了重大结构性损坏，直到5天之后，隧道内才勉强降温，可以进去维修。当然了，后续的维修工作不只是维修破损这么简单，不仅要重新设计结构，还要升级安全设施。总之，隧道需要进行一场大换血。那看到这里，你们觉得这整件事情谁该为此负责呢？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有关起火的2种猜想之外，在事故发生之后，还有一些操作不当的行为。很明显的一条就是烟雾探测器，既然它经常误报，为何不及时修理？就像是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当真的有火灾发生的时候，操作员可能麻木了，只会抱怨一句又坏了，因此没能及时响应。所以吉尔伯特汽车2分钟之后，消防员才收到消息出动，而2分钟有的时候就能够改变一场大火的走向。其次就是勃朗峰隧道的硬件问题了，它没有足够有效的排烟系统，也没有紧急救援通道，而且很明显，最初的救援队伍训练不足，人数太少。据说在第一批救援的4名消防员当中，只有1位是专业的，而且自从勃朗峰隧道开通以来，30多年里面，他们只进行过1次消防演习。因此在当时那种状态之下，自然是不堪一击的。2005年1月，共有16人因过失杀人罪而受审，他们分别是比利时肇事车辆司机吉尔伯特、卡车制造商沃尔沃、
法国和意大利的隧道公司和管辖经理，另外还有安全操控员、隧道所处的地区夏蒙尼市市长和法国公共工程部高级官员。2005年7月27日，在这些人当中，有13名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罚款。最终，隧道安全负责人被判处6个月监禁，外加2年缓刑；司机吉尔伯特被判处4个月监禁。经营隧道的法国公司前总裁雷米查登被判有罪，缓刑2年，罚款约18000美元。其余的就是各路安全负责人，均面临停职与罚款。负责运营隧道的意大利公司向受害者家属基金支付了一共1350万欧元。灾难虽无情，但还是出现了铤而走险的英雄人物，他就是皮尔·卢西奥，是一名勃朗峰隧道的工作人员。火灾发生之后，他骑着摩托车往返于隧道之间，救出了好几个人，但不幸的是，最后他自己也没能再走出隧道。不过，关于救助幸存者的真实人数还有待商榷，因为有人透露，他在冲进隧道救人之后，很快就牺牲了。总之，不管事实如何，法国和意大利的当地报纸还是把他报道成为了英雄。毕竟，皮尔·卢西奥面对熊熊大火并没有退缩。到后来，当地许多摩托车手每年都会在隧道口纪念他，皮尔·卢西奥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英雄。虽然英雄的传说可能会被夸大，但火灾的可怕再怎么形容也不过分。这次的悲剧毫无疑问是引发了人们关于隧道安全性的激烈讨论。多年来，法国夏摩尼的消防部门一直在抱怨隧道内的安全设备不足，但由于隧道被2家公司一分为二，所以相关的安全措施是很难协调一致的，最后也都不了了之。未来重型货车是否该继续被允许通过勃朗峰隧道？很显然，这场悲剧已经给出了最刻骨铭心的答案。经过3年的大换血，也就是2002年的3月5日，勃朗峰隧道终于重新开放，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增加了新设备、计算机化的火灾探测设备、额外的安全舱、平行的逃生井等等。尤其是安全舱，被困人员可以与控制中心进行视频联系，报告实时情况。在隧道中部位置也安装了一个消防站。此外，隧道2侧都安装了远程货物检查点，所有卡车进隧道前都要进行检查。同时，这起事故也对法国消防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总结了教训，研究了一套隧道灭火的特殊模式，以及增加了派出消防车的数量。确实，在隧道初建之时，安全设施比较少，时间长了又容易出故障，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但后续的修缮工作，只要愿意还是能够实现的。然而，只有当悲剧不断的上演，人们才会警醒，进行完善，设施的安全性才能够得以提高。自从勃朗峰隧道出事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对隧道进行了安全检查，大约关闭了6条其他的隧道，立即进行维修与升级，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但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实在是让人痛心。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每一次灾难的背后都有对安全的漠视，永远不要等到事故发生之后才后悔。就像是勃朗峰隧道，从最危险的隧道摇身一变成为最安全的隧道之一，这中间承载了多少人的悲痛。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烟花为什么在城市里被禁止？难道只是因为它对于环境的污染吗？其实并不是。除了无人清扫的残余垃圾和污染空气之外，更多的是造成各种不必要的人身伤害以及火灾。当然，这些情况通常都是出自于无良烟花厂的3无产品，所以咱们国家对于烟花的管制一直很严格。这些年来，由于烟花爆竹所产生的意外也越来越少。然而，在22年前，荷兰的一座小城就发生了灾难性的烟花爆炸事件。这不是普通的爆炸，而是一场造成了23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方圆42公顷的住宅被摧毁的特大爆炸，大量居民被迫撤离。这也成为了自2战以来荷兰发生过的最大爆炸事故。然而，有人却指责事故是因为政府的不负责而导致的。那么，这场事故到底有何争议呢？SE Fireworks 是一家来自荷兰恩斯赫德的烟花公司，主要负责生产和销售烟花。在上世纪90年代 ，SE 烟花公司便开始为各种音乐会、颁奖典礼提供烟花，活跃于大众视野范围内，知名度很高。随着事业越做越大 ，SE 已经拥有了17个烟花储存隔间，另外还有2个大型仓库、16个海运集装箱以及7个临时车库箱。可自从公司换了老板之后，越来越无视安全储存的规定，甚至不打算花钱购买更加安全、更加正规的仓库。相反，随着管理也越来越松懈，他们把各种烟花堆放在临时储存点，为下面的事故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而实际上 SE 公司坐落于一个老旧的工业区，周围还有啤酒厂和住宅区，它没有名字和标志，往返于厂区的卡车也没有任何标记，附近的居民甚至都不清楚这边有家烟花公司的存在，大家都还猜测这或许是个普通的废品回收厂。然而就在2000年5月13日这一天，恩斯赫德这座城市的历史上将永远留下一段黑历史。大约在下午3点34分，随着阵阵的烟花声，居民们都以为是周边某地正在举办庆典，而实际上是 SE 烟花公司的仓库空地发生了火灾，巨大的火球燃烧在半空中，发出滚滚热浪，很快就蔓延到了仓库外面的2个集装箱。可谁知道里面竟然被非法装满了烟花，整整2大集装箱，总共177吨的烟花全军覆没。在巨大的火球和烟雾当中，烟花四处飞窜，声音也显得格外微妙。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事故现场。Mensen rennen natuurlijk in paniek weg. We staan dus nu voor het huis aan de overkant van de straat. De huizen zijn nu nog allemaal in orde, niks aan de hand. 与此同时，附近的居民还特地跑出来观看着突如其来的烟花秀，但情况似乎不太妙。原来，烟花爆炸将大量有害的石棉释放在了空气中，落在了附近工厂和住宅楼的屋顶上，大火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开来。这下，眼看附近的啤酒厂、住宅区都要遭殃了，玻璃和混凝土碎片都飞到了几公里外的地方。意识到不对劲的居民立刻四处逃窜，但为时已晚，一连串的爆炸迅速让这个破旧的工业区化为灰烬，房屋、工厂全部倒塌，一瞬间数千人无家可归。更夸张的是，就连60-70公里外的地方都能听见动静，大家都以为是恩斯赫德发生了大地震，但没想到竟然烟花厂爆炸了。虽然消防员及时到达了现场，但由于火势较猛，起初并没有控制住大火。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据说消防员曾发出过火情安全信号，意思是已经初步控制了火势，但因为判断错误，后续又接二连三的引发了爆炸，烧得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23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了2名消防员。此次大火和爆炸摧毁了大量的企业和住宅，大约波及了周边42公顷的地区，200多所房屋被完全摧毁，只剩下烧焦的残骸，共计损失4.5亿欧元。由于消息传播的较慢，急救中心并没有意识到此次灾难的规模，只有消防部门才得知恩斯赫德正在经历什么。最后，他们调动了许多邻近的城市消防队、警察、救护车前来支援。然而，由于房屋残骸还处于高温，救援人员一时间甚至都没有办法靠近，只能束手无策。事故发生之后，有超过10万人在恩斯赫德举行了无声游行，悼念遇难者。失去家园的居民们感到愤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竟然有如此危险的烟花仓库，一直以来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大家都纷纷指责市政府，明知道存在那么巨大的安全隐患，不仅默许烟花仓库的存在，还对于该公司的违法扩建和堆放熟视无睹，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根据居民们的推测，政府是不想支付让该公司搬迁的费用，所以任由它在这片土地上非法扩张。不过，本起事故最让人难以琢磨的是，火灾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从理论上来讲，烟花是存在特定的密封掩体中的，火灾风险已经降到最低。但是，仓库以外的地方安全性就不好说了，尤其是运输集装箱，它们在地上紧密排列，没有任何隔板。就算这些建筑群的内部都有防火门，但它们一直敞开着，也没有起到任何控制火势的作用。更讽刺的是，爆炸发生前的1周 ，SE 烟花公司才刚刚接受常规检查，不仅是烟花质量过关，场内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安全规定。这些调查结果传出后，更是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抗议。作为贫苦的工人阶级，政府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漠视生命，等同于他们在定时炸弹附近生活，等待灾难的随时发生。关于火灾的真正原因，可以说是扑朔迷离，因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官方说法。对此，消防部门指出，不能排除电线短路这一原因，但还有一种理论是人为纵火。据说为了赶紧找到背锅的人，一位有智力障碍的居民被胡乱指认为嫌疑人。
可笑的是，理由竟然是他的红色运动裤上有烟花的痕迹。可作为重要证物，这条裤子并没有被妥善保存，辗转于各种塑料袋，早就被污染了。但还是以此为由将该居民囚禁了起来。当时就有警察看不下去了，提出异议，最后连工作都丢了。后来这位无辜的居民被释放后，没过多久就因过度悲伤而去世了。除此之外，就是一部分人坚信的阴谋论。灾难发生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讨论的帖子，有记者透露，爆炸后抵达事故现场的2名军事专家据称看到了地雷。对此，前侦探帕尔曼也认为有人在掩盖事实。反正不管如何，地雷的存在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是真的没有还是不能说，我们就无从而知了。2002年4月2日 SE 公司的2名仓库负责人被判处6个月监禁，还因故意违反环境法规和非法贩运烟花而被罚款2250欧元。2005年2月，在整理了3519起索赔案后，最终敲定受害者们将获得850万欧元的赔偿。这场事故也促使荷兰加强了有关烟花储存的安全规定。自 SE 烟花公司之后，另外又有3个非法烟花仓库被取缔。在查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有关于第23名遇难者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名字叫做拉蒂法，并不是在灾难发生时去世的，而是要到4个月后。拉蒂法是4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才5岁，最小的只有10个月大。对于妻子的离世，丈夫穆罕默德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无法用专业医学来解释这场灾难带给妻子的影响。5月13日爆炸发生时，拉蒂法和4个孩子在家，家里的所有窗户都被强大的冲击波震碎，孩子们被飞溅的玻璃划伤，鲜血淋漓。拉蒂法害怕极了，他一路上连拖带拽，设法把孩子们都推出去，但自己没走几步就跌倒了，最终部分房屋坍塌，他们都被埋在了废墟当中。赶回家的穆罕默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警察只告诉他房子里面的人都被送去医院了，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穆罕默德一路上都忧心忡忡，他担心去医院找不到妻子和孩子，从此阴阳两隔。而此时的医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流血的伤者，惨痛的尖叫声令人揪心。不过好在上天眷顾，惊慌失措的穆罕默德找到了亲人，虽然满身是血，但至少还活着。在灾难发生前，拉蒂法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从不去医院，但这次灾难之后，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了，皮外伤早就已经愈合，可他看上去仍然无精打采，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诊治，每次都只会说会好起来的，再等等。穆罕默德非常的担心，因为妻子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几乎从不说话，进食也很少，这样的症状持续了很久。医生最后一次给拉蒂法开药，开的是抗抑郁的药，但还没等到好转，他就去世了。据穆罕默德回忆，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可怜的孩子们。”作为一个非医学专业的人士，穆罕默德不知道该如何谈论妻子的病情，他只知道3个月内妻子的体重骤降16公斤。医生认为拉蒂法去世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场灾难，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可以说是间接的遇难者。他们也很惋惜，后来有了医生的证明，拉蒂法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灾难纪念碑上，成为了最后一位遇难者。往后，穆罕默德和孩子也能获得遇难者家属的补贴。一场烟花灾难给恩斯赫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除了遇难者之外，肯定还有许许多多饱受精神伤害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拉蒂法这么严重，但美好的生活都被彻底打乱了。看着支离破碎的家园，许多人内心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被遗弃、被忽视的感觉。大家已经无意去争执灾难背后的真相，就算找到罪魁祸首，一切都已经回不来了。其实不管怎样的灾难，我们总会听到各种声音，体会到错综复杂的情绪，同情、担心、感动、不安、绝望、愤怒等等。有人会趁乱混淆视听，有人会成为逆行者。灾难考验的往往不仅是一个国家，还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